大家好，我是大伟。你的肩颈啊越不好，你脖子上面就有两条脑筋会变得又粗又硬又僵啊。这两条脑筋呢，咱们称之为两把锁。我们大多数人肩颈不好，都是由它引发的。这两把锁在哪里呢？我用手指给大家看，大家看我手摸的这个地方大家可以自己去摸一下。但凡你肩颈不好，你摸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上面的皮肤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光滑，反而会显得非常的粗糙。为什么呢？因为你肩颈里面堵了，这两根筋堵了，一些毛细血管当中的一些气血不能及时的更替，所以皮肤会变得特别的粗糙。其二就是手只要用力的一捏，你会发现无非两个现象，一个是酸疼窜麻就是你一捏这个酸感可能都放射到这个肩胛骨后面，甚至这个头上面都有感觉。第二个呢，就是你一捏它没有感觉了，就没有任何知觉就是捏进去以后就不疼了，这个更为严重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气血不够流通。正常的肩膀咱们捏起来以后是有弹性的，微微有些发酸。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肩颈不好，并且这两条筋又僵又硬，那么今天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用心的去看，我会教你一套方法解开这两把锁，让你的肩膀变好起来，而且呢做完以后你会明显的感觉特别的轻松。那么大家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两个字，不要忘记了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因为很可能你一划走这个视频找不到，那就亏大了。好了，现在咱们来讲动作。首先这个动作来自于道家，它是一个手印，我给大家做一下。我们先把大拇指按在小拇指的指甲盖上，中间你看空着一个孔，对不对？把三根手指呢慢慢的塞进去，塞到这个孔里面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大家看我的手那么两只手都要这样做。你刚开始做的时候，你可能会做的不习惯，然后呢就导致了就是做起来很难受。但是我们尝试用手帮个忙，把它塞进去，形成这样的姿势，保持不动就行了然后呢，我们形成姿势以后我这个三个手指，你看中间的三个手指要使劲的往外绷，就这样往外绷发力。然后我大拇指按着我小指甲盖这个手指呢，你看就要往下去压形成了一个对抗的力三个手指往上，两个手就往下压，形成这样一个绷劲大家看，形成了绷劲以后呢，我们这个手先不做，然后呢，你把这个肩膀往上抬一抬，你会发现，当你的手形成一个绷劲，这个手势的力量就出来了。整个肩膀抬起来以后你看两侧一对比就会发现明显出现一个区别那我形成绷劲的这个肩膀就会更加的轻松感觉仿佛就轻飘飘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两个手如果说你刚刚做的可以了，那我们两个手都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放在我们脐上就贴着我们的肚脐往上一点点，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身体坐直两个手再耸一耸肩，形成这个绷劲，肩膀活动真的很轻松了有这样感觉以后，我们开始来做。你看，手往前、往上、往下我们绕一圈，再来往上、往下，再绕一圈。好，然后我们配合呼吸怎么做呢？你看上去的时候吸，上半圈吸，吐，回。好，顺时针、逆时针都要做来吸，你看这半圈吸，吐，再来吸，吐，就这样我们正常做一个一来一回算一次，我们正常做一个5次左右，然后再活动一下你的肩膀，你会发现你的肩膀完全放松下来了。这个方法不需要你去触碰我们肩膀上面这两条锁，只需要通过一个手势，再加上我们的通过呼吸去调理，打开我们肩膀上的经络，我们的肩膀就会快速的放松下来，这两个筋会快速的变松。那么你做了这个动作感觉有用的，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一点如果说你长期这个肩膀劳损摸起来非常的僵硬，甚至有一些窜的感觉往头上往后面肩胛骨那么光靠做这个动作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再加上一个动作，是什么呢？我在这里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黑科技。这个黑科技已经帮助了很多人改善了他的肩膀，就是这个呼吸罐。不仅我的家里面人在用，就连我的亲戚看到他们用的好，他们也跟着也在用这个呼吸罐。这个呼吸罐非常的好用，好用在哪里呢？给大家演示一下。
假设我的肩膀啊经常不舒服、僵硬，我就把这个口子啊贯口对上去。对上去以后，我们只要按上，上面有一个开关，按下以后呢，它里面就开始工作了。它会以呼吸的形式啊，就是一抽一放，一抽一放，快速的把我们僵紧地方的皮肤啊给它拉起来，再放松，再拉起来，再放松。就在这么一牵一拉之间，就把我们里面的一些气血啊给活了。那我们要知道啊，很多地方堵，都是由于啊我们的气血不通。当我们的气血流通以后，就会把我们里面整个张力啊给它打开，经络打开，这个时候地方通了，我们这里啊就变好了。同时呼吸罐上面啊有一个灯，这个灯非常有用，就是对于我们长期肩膀不通的啊，里面有一些炎症的，都可以用这个灯来达到啊帮助我们快速消除炎症，提高局部血液循环这样的一个帮助啊。所以这个呼吸罐啊非常的好使，而且呢不仅仅啊是针对我们的肩部，比如说日常当中我的膝盖不舒服了，我也可以放上去。我的脚底啊感觉湿气有点重，我也能放上去。甚至我的腰部啊感觉难受，我也可以往上一贴，只要按一下开关，它自己啊就会开始工作。这个方法啊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咱们把今天教的第一个方法再加上这个罐子啊在一起练习，无论你的肩部啊它有多么的不好不通，那么通过这个方法一套下来，只要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肩膀上面的这两条筋啊摸起来逐渐就开始变得有弹性，而且这个肩膀啊会变得更加的轻松。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也希望大家把这么神奇的一套方法呢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今天啊来讲一下肩关节的弹响。那么关节弹响啊，其实顾名思义啊，就是我们在活动关节的时候啊，里面发生咔啦咔啦的声音啊。那这种弹响呢，它分为啊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那生理性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常见于啊，我们比如说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啊，它这个热身啊没有充分，导致了我们里面的滑液啊分泌的不够啊，导致了这里面啊就会有一些啊弹响。那这种弹响啊，你一般来说啊多做几次以后，弹响就慢慢消失了，这种是生理性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病理性的，就是比如说我在某一个角度啊，不管怎么样，我在一个角度一活动，它就咔啦弹一下啊，一声响声，或者呢，我只要一活动一弹响，就里面特别疼。那这种呢，就是病理性的啊。咱们今天啊，就针对这种病理性的关节的一个弹响啊，来做一个分析。那么关节为什么会弹响呢？其实这个多半鉴于啊，咱们的体位上面啊出现了问题。什么叫做体位问题啊？就比如说我的这个肩膀啊往前圆，你看我的这个肩膀一往前圆以后啊，那导致了我关节在活动的时候啊，它里面就会受限。不信啊，大家跟我做一个非常好玩的小试验啊，就是我们把肩膀啊往前移，肩膀往前移以后，你去活动你的肩关节啊。移到你的极限去活动你的肩关节，你会发现你的肩膀啊是完全打不开的啊，这就导致了我们这个肩关节啊活动受限。其实我们很多人啊都有一个肩膀往前位移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肩关节里面它是受到挤压压迫的啊。那么长此以往呢，就讲了一句话叫不通则痛，痛则不通啊，那里面就会造成了一些淤堵。那么相信大家看到刚才的讲解以后啊，对于肩关节也有一个进一步的认识。在这里啊，我再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用的小知识啊。就是啊，我站起来啊，站起身以后啊，大家看，我们自然站直以后，手下垂，然后呢，你去看你的拇指的朝向啊。那有的朋友呢，他这个手啊下垂以后，他的拇指的朝向是朝到正前方的。那么有的朋友呢，你去看啊，他如果说这个肩膀啊，他只要一变化，他这个手啊。手背就会朝着前方，那么这个时候啊，就一定要注意你的一个肩关节了啊。那么咱们这里呢，就讲一下，如果说你发现你的肩关节有弹响，或者呢，你感觉你已经有体位不正了，但是啊，还没有出现弹响，但是肩膀啊总是不舒服，我们应该怎么办？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小动作。这个小动作啊，真的是非常管用。你只要在家里面做一做，慢慢的啊，你不单单是体态会变得更好，同时呢，这个肩膀啊，这个肩关节的弹响也会有个明显的修正啊。我们怎么做呢？双手啊，这个你像我一样啊，你看做这个动作啊，把手举起来，然后做这个动作，手一往外撇啊，就感觉被人撇着手一样，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把胸挺直。大家从侧面看一样，这个是比如说我腰是弯着的，然后我一做这个动作，我胸就挺起来了啊。在这个动作之上呢，我们要去活动啊，荡秋千知道吧？你看啊，举到最高啊，举到最高的点啊，然后往下看，再来2，举到最高
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这个手啊角度是不变的，一直保持是夹紧啊，永远是看一，手肘啊是往外撇的，2、3、4，一定要推到你最高的点，5、6。注意这个细节啊，往上推的时候啊，你这个手啊一定要是撇过来的，你千万不要你一往上推，手就这样了。手这样的话，它没有撇的话，它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啊，一定要撇过来啊。继续做。咱们在做的时候，很多朋友啊，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做，你去做一个10下到20下，你会发现你的后面啊，还有包括我们的后背啊，都会有明显的酸乏的感觉。这个啊，就是让我们的肌肉啊得到了彻底的刺激，同时呢，让我们的肩关节的关节腔被打开，让我们的体态回归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咱们这个动作呢，也不要做多，每天你去做一个30下啊到50下左右，累了以后呢就休息一下，做个30下到50下，坚持一个3到7天啊，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体态慢慢就修正过来了，而且这个弹响声啊，慢慢的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慢慢就没有了。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希望大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今天这么好的动作分享给你的，大家给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啊，这个加个关注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肩膀是我们身体当中最容易受损伤的关节之一，很多朋友啊年龄啊稍微大一些的啊，这个肩膀上面都不太好。有些人呢是这个关节里面啊发酸发胀。有一些人呢是抬起来以后啊，感觉没有力量，或者啊，他往上一抬的时候啊，里面就感觉在磨着、擦着，特别的难受。今天啊，我来教大家找一个咱们肩膀上面的原始点。这个原始点啊，可以说是打开我们肩膀上面的一把非常重要的钥匙。只要把这个点啊给打开，然后你的整个肩膀啊，马上就会感觉特别的轻松，而且啊，你能感觉到里面啊，这个活动起来非常畅快。那么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啊动作跟着我做完有用的，一定要在评论区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原始点在哪里。首先我侧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点位啊非常的好找啊。我们手啊就这样，你看平着，你看就这样轻松的搭在我另一侧的肩膀上，你看很轻松的这样搭上来。然后呢，我们找小拇指啊，你看手一伸。找到小拇指的这条线，在这条线上啊，你去来回的，你看这样揉一揉，推一推啊，你会发现这条线上面有一个点啊，非常的酸，非常的胀，比其他地方都敏感。一般来说啊，就是在我们这个肩膀宽度的中间啊，你去找啊，你可以上下微调，左右微调，直至找到这个酸痛的点啊。找到以后，我们手啊，就像我这样，潜入进去。潜入进去怎么样呢？啊，让我们手啊，你看转圈啊，大家看啊，我们自己做的时候手是垂下去做的啊。像我给大家演示的话，我手抬起来啊，大家看得更清楚。你看，按下去以后，手来回的转，你看，先反着转，然后再正着转啊。如果我做的话，就这样，你看，反着转啊，正着转，就这样，把手来回的转。为什么要这样转呢？其实当我们手啊点进这个原始点的时候呢，那我们通过转我们的手臂，就把里面一些堵着的一些经络啊，包括一些不通的气血啊，给它通上开来了。所以呢，你们在做的时候会发现，随着我们的转动啊，会慢慢的啊，感觉里面的感受会有变化。有些朋友啊由酸痛变成了刺痛，有些朋友呢由酸痛变成了酸胀，都是正常的。咱们就这样反复的转，正常的话我们转上10圈左右啊，左右算1圈，转上10圈以后，你看2个肩膀来回抬起来看一下，活动一下，你会发现整个肩膀啊做过了就会非常的轻松。那么我们左边做完啊，右边一样的，你看手往这儿一放，放完以后小拇指啊这条线，你看小拇指的这条线，找到这条线以后，我们取中间的点啊，上下左右偏移啊，找一个最疼痛、最敏感的点。好，找到以后按进去来转，啊，就这样啊，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轻松。只要你们记住了这个方法啊，先去找点啊，找完点以后转手，按进去转手就可以了。啊，就这样，我们做完了以后，2个手活动一下，会感觉非常轻松。这个方法非常好啊，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到大家。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方法收藏起来，转发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啊知道这个好的方法。我是大伟，专门为你分享独特的养生健身内容，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大伟。我们这里啊有一位阿姨，今年62岁。这位阿姨和我的关系非常的好，她的一些事迹啊我是知道的。我今天把她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典型啊，为什么呢？因为她以前啊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她的这个肩膀一直是她的心头患。每逢只要到了季节交换的时候，那个时候她50多岁啊，季节只要一交换，这个地方啊，它就必然的里面会有一种像拿着电钻往里面钻的感觉。深深的，而且时间久了以后啊，他这里啊，他都不敢啊穿，比如说夏天我们穿短袖子，他都不敢，他必须要护着好几层，把它护着严严实实的，而且呢，慢慢的、逐渐的，整个肩膀啊都打不开。他只要这个肩膀上一有问题，基本上这一天他什么的家务啊，包括一些事啊都做不了啊，整个人就围着这个肩膀转。他也尝试了很多方法，最后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后来机缘巧合之下，他去练习了一种功法啊，这种功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个锻炼的方法，叫做抡臂功啊。什么叫抡臂功呢？就是把你的手臂啊，像这个大锤子一样、大鞭子一样抡出去，就这么抡。他连续坚持练了2个月，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做小幅度的，后面慢慢的幅度越做越大，逐渐的就把肩膀打开了。不仅把肩膀打开了，而且整个人的气质啊，现在看起来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肩膀挺了，整个人看起来从侧面看感觉也不一样。所以今天我把这个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大家一定要记得，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呢一定要记得给我们的阿姨点个赞，然后我们一起来观看动作怎么去做。这个抡臂功呢，其实原理非常的简单，而且非常的好学。它的原理就是说，让我们啊扭动我们的身子旋转。你看，手臂只要放松，在我们的旋转之下，它呢就会逐渐的，你看向两侧甩开，这是惯性，对不对？当我们甩开以后，到了末端的时候，把手你看一折，一个手打在这儿，背后的手呢尽量往上抬，往上抬，能抬多少抬多少。这个叫做什么？借用惯性去拉伸啊，非常的简单。所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1、2、3、4、5、6啊，来后背看一下啊，来1、2、3、4、5、6啊，看到没有？这个时候其实活动的都是我们的肩膀。那么咱们在做的时候啊，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很多的人啊，他这个肩膀啊是打不开的，常年呢这个胸背之间啊是体态是不好的。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先把手抡开来啊，抡开来以后，手握空心啊，你看手握空心，慢慢的进行敲击。你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手都抬不起来，你只要在你的极限处慢慢的做就行。随着摆动，你逐渐适应了这个摆动以后，随着它的摆动增加，你看，慢慢的把手再变大，啊，这么做就行，这么做，慢慢的变大，幅度变大，这样就是在惯性当中把我们一些堵着的地方给它拉开了。你这个地方如果说越不能动，到后面它就会越堵。当你才通过动的时候，慢慢的就拉开了，拉开了以后呢，它慢慢的就能动了。你要知道，在外面找人帮你去拉，真的是又费力，你还不舒服。自己通过这个动作，就通过这个惯性，每天坚持，不断的，他就把这个不好拉的地方慢慢拉开。这真的是一种非常好的智慧。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它学会。好了，今天的视频啊也就分享到这了。动作细节讲的比较多，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那么大家如果感觉视频好的话，一定要记得给视频点上一个赞，并且呢把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们。你的一个小举动很可能就帮助了更多的人。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听过50肩这个词，为什么前面要加个50呢？因为有很多人到了50岁啊前后左右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肩膀上面，一抬起来里面咯噔咯噔响，这个肩膀的活动范围啊大大的受限。同时啊，这个天气突然的变化，刮风下雨天，里面就开始酸溜溜的。那么今天呢，我教你一个拿手的一个绝活。这个绝活啊叫做肩5点，准确来说是3点加2条大筋。你跟着我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你甭管这个肩膀里面是不是咯噔咯噔的，或者活动起来啊，这个活动受限，你跟着我做完一边，挑选你左边或者右边重的这一侧，跟着我做一下。做完以后，咱们自己感受一下，感受完就有答案，好不好？这个呢，我是带着大家一起去做，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收藏下来以后呢，就能够反复的观看，里面的细节是很多的，一定要记住啊。同时你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这样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无形之中做了一件好事。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讲动作。
那么肩3点呢，其实非常好找，也非常好记，我们只需要记住3个点。哪3个点啊？你看，把我们的五指张开，然后往我们的肩膀上面一放，看到没有？放上去以后，首先我们记住第一个就是我们小拇指的这个点。小拇指这里，哎，你看画一条横线过来，这么一画一条横线，手这么一放，小拇指这里画一个横线。我们一般是取中间的一点，中间的一点我们前后动一动，拨一拨。那么在前后拨一拨的时候，你会发现底下跳出来一条大筋，大家跟着我慢慢去做。找到这条大筋以后，哎，咱们怎么样？慢慢的把力量增加进去。先是轻轻的拨，找到这个大筋了，有些酸溜溜的，然后再把这个力量渗透下去。渗透下去以后，哎，再慢慢的前后拨，自己感受一下，越来越重，越来越酸，哎，就这种感觉，我们去坚持多少秒？15秒钟，自己数15秒钟，我带着大家一起去做。就这样前后拨一拨，感受一下，有了这种酸溜溜的感觉，坚持15秒钟以后啊，我们就把手怎么样？做完了，把手抬一抬，感受一下，你会发现手抬起来的时候变轻了，感觉这个大石头一下子给卸掉了一半。但这个还没结束啊，你记住，肩膀上面3个点是一个点管一个地方啊，然后我们找到一个点以后，我们再来找第2个点。第2个点在哪里呢？从侧面看啊，侧面看，手这么一放，记住我们食指的位置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他的手掌扎开，它都是等身寸的，所以都一样啊。记住食指的位置，你这么上下拨，食指上下拨，感受一下。你再看我衣服的褶皱，食指的位置上面这个地方，你看是没有这个印的，没有小凹坑的这个地方啊，食指的原来位置，再往下面一摸，你看到没有？衣服是陷进去的，它是有个小凹坑的，我们就把这个手是抠着这个小凹坑的里面，这个地方食指的位置，它就像一个房梁一样，一个房檐，我们手这么一抠，抠进去啊，就这么样一抠进去，抠进去以后，手臂上下动一动，前后动一动，不用管，我们只需要把手这样抠住它，啊，这样把它抠住，前后动一动，左右动一动，随便怎么动都可以啊，自由活动15秒钟。手只要抠进去就行啊，抠进去，自由活动15秒钟。活动完了以后，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我们把手再松开，再活动一下，又轻了，这个石头又给卸掉了一大半，是不是感觉这个肩膀变轻了？有的朋友一活动，哎，发现原来咯噔咯噔响了，它不响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2个点你找对了。咱们说肩膀上面3个点，每个点都会给你一个答案。是不是拿到结果以后自己就有信心？咱们再看第3个点，手这么一张，往我们的肩膀上面一放，大拇指点的这个位置，看好，大拇指点的这个位置，咱们绕圈，啊，这个地方是哪里？这个地方准确来讲的话，你点的位置是位于我们肩胛骨。哎，你没听错，肩胛骨是在后侧，对不对？怎么会在前侧呢？因为肩胛骨它有一个嘴巴，叫做会突。尖尖的一个小圆头渗透出来，这个就是会突啊！你看手这么一放，大拇指绕一绕，慢慢的绕啊。如果说你没摸到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有的人不太明显，他摸不到，摸不到你就这样画圈，就这样画圈。摸得到的你就顺着这个会突啊，会是什么？鸟的嘴巴，啄啊，凸起的嘴巴，就这样去摸，就这样感受15秒钟啊，把这个点给它松开来，松开来以后，哎，你再活动活动。这个肩膀完全不一样了，在整个过程当中啊，咱们有很多人啊会感觉在触及的地方有一些大筋，像条索一样的硬邦邦的。为什么？你记住啊，通则怎么样，不通则怎么样。所以呢，我们这3个点把它怎么样打开了以后，还有2根筋，咱们一定要记住啊。肩3点，再看一下啊，你看小拇指、食指、大拇指。就是这3个点，然后再看2条大筋，更简单了啊！手放在我们头后，这个时候你这么一抓，这个地方这是胸大肌的筋啊，胸大肌的筋，拉着它上下波动啊，男女同志都可以去做啊，都可以去做，就这么上下去拉，拉多少下，就像拉这个小门铃一样去拉。拉多少下呢？你去拉一个10下、20下都行，捏住它，把它捏紧了。哎呀，一摸酸溜溜的。好，这个地方我们不多说，还有一个点是在哪里？这个点要重点讲一讲，是位于我们的后侧。你看，有的朋友手这么一绕过来，他能抓住这里有根筋，自己去抓。这是哪里？
这是位于我们的背阔肌。那么大拇指点的地方呢，它是我们的肩胛下肌啊。为什么呢？你看啊，手这么一抬，肩胛骨展出来了，你们顺着腋下往里面去推，会推到一个硬硬的啊，手这么一放，它就滑过去了，就推不到了。手一展开，你就能推到一个硬硬的啊，就是这个硬硬的点。你如果说包不住这根筋，你就拿你的4个手指戳进去，这么转啊，转这个硬硬的点。你如果能包得到，你就把手这么包住啊，把这个大拇指往里面使劲的怼进去转啊，这么一包怼进去，这么你看大拇指在里面就这么转，转上多少秒？依然是20秒钟。包不住的就4个手指这么转，一样的啊，一样的。把这2条大筋松开，3个点打开，你再活动一下，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什么叫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能够从视频前做到现在，你是能体会到这种感觉的。好了，讲到这里啊，咱们话也不多说了，这个方法好不好，咱们心里面都有答案。有了这个答案以后怎么办呢？你帮我做一件事，把咱们这个视频收藏起来，同时有用的打上有用2个字，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小小的赞。同时自己身边啊，如果有一些朋友这个肩膀啊不怎么好的，你把这个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微博，在其他人那里啊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